外卖小哥正在送餐，却招来众人嫌弃的眼光，原因是餐盒中的汤汁溢了出来。外卖小哥只能不停地道歉，他无奈地提前走出电梯，给餐馆的老板打了电话，并说明汤汁外漏的情况。不料老板并没有同情他，却对他好一顿埋怨。同时，这份订单的损失，小哥也需要自己赔付。外卖算是白送了，自己还得赔偿餐点费，遗漏的美餐是送不了了。他心疼地看着手里的外卖，不舍得扔弃，便蹲在楼道里想要把它吃掉。不料被走来的学生误认为在偷吃外卖，同时大厦的保安对他也是好一顿训斥。外卖小哥只能点头哈腰，立马去收拾。一旁看热闹的三好学生正在冷嘲热讽。可此时令人更愤怒的是，其中一个女生正是外卖小哥女儿。来了！2024年之前又一部悬疑烧脑报复题材的韩剧《急救先锋》第2季高调来袭，请挎着你们的男友，拿着小板凳静心观看。影片一开始就呈现出紧张悬疑的气氛，一栋停满豪车的自助停车场内发生了重大火灾。接到警报的消防员们立即赶到现场，警察厅的永警官得知消息后，觉得这场大火事出有因，于是迅速也赶到了现场，并与号称推土机的消防员一同展开灭火行动。二人从楼顶钻入30层楼高的停车场内，四周的大火正在猛烈地燃烧着。突然，永警官的吊绳断开，伴随着爆炸声一坠而下。多亏连接二人身上的还有另一根绳子，这才使永警官的坠落停了下来。但目前处于昏迷状态，正被熊熊的烈火炙烤着。还好过了半个小时，被消防员的叫喊声吵醒。经过二人的努力，有惊无险的算是捡回一条命。最后二人合力将火扑灭，随后被队友一拥而上拉回楼顶，紧张的心也都放松了下来。大火虽然扑灭了，但这里滚滚的浓烟中夹杂着悬疑的气氛。停车场内一辆小车的后备箱中发现了一具尸体，立即送到法医这里。依法医开始分尸辨案，第一眼看去，尸体的全身很明显被烟熏烤过，鼻腔里也都是黑的。再看看嘴里、口腔内也发现了大量的烟熏痕迹，身体上有多处不明的皮肤破裂，判断曾被紧紧的捆绑着。因为手腕处发现深深的束线带形状，小智警探回忆当时手脚上各有一根束线带捆绑，可捆绑痕迹却有好几个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只能深入了解才能做出判断。随後依法医划开死者的胸腔，并用铁剪将锁骨剪断，接着剪断肋骨。身体内部的肌肉与器官都是鲜红色。当血液中的红色素与浓烟中的一氧化碳结合后，就会变成一氧化碳血红素，导致血液变成鲜红色。肌肉和器官都是有血液流通的，所以一样也会变成鲜红色。这也就是火灾死亡最典型的症状之一。接下来再看看支气管，剪开后发现气管内附着大量的黑色东西，口腔、鼻腔和支气管内都表明被烟熏过，变成红色的肌肉和器官，以及好几处的捆绑痕迹，全都指向了一个事实。火灾当时受害者还活着，从皮肤撕裂的痕迹很深看来，他当时肯定是拼命的挣扎。从吸入的煤烟量来推断，他挣扎了很久，最终导致缺氧窒息而亡。但死亡类型是他杀，死者男，名叫赵一纯。永警官回想起与他在马路上曾经打过照面，当时他正对消防员实施无理举动，犯罪没有所谓的偶然，从头到尾可能都是计划好的。显然停车楼的大火是他人所为，那么纵火犯难道是在替消防员惩罚赵一纯吗？还是与消防员有深深的仇恨，想借此案件挑衅？话说回来，赵一纯只是因为对消防员无礼，就变成了受害目标，这不合常理吧？永警官推测纵火犯与消防员只有一指之隔。因为从火灾现场看出，这个人懂得放火与灭火。各个停车场划分隔的底下都会装有油压缸。据工作人员所描述，起火的当天设备运转的就不太顺，油压管里有油，而油当然是可燃性。当时火灾发生了2次爆炸，所以跟这个油压管有很大关系。那也只能从油压管开始寻找突破。果不其然，油管上发现一处被破坏过的痕迹，应该是从这里露出的油，导致大火燃起。但油压管的强度标准是很高的，要破坏应该不是那么容易。于是拿到鉴定科做鉴定，从油管上破口的痕迹看出，管子是受单侧受到固定方向与固定长度反复切割，并从上侧切出一个半圆的开口，这就代表了这一侧被预设为爆炸的方向，所以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不是男人就是女人。可是用什么工具能切出这样的开口呢？就连破坏的长度都是固定的，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切割器。随后找来切割器大全，众人挨个试验，希望能从中找出复合切口的工具。直到最后一把切割器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切口，这样一来案情有了进一步的突破。德国库帕克公司生产的切管器，这就是导致立体停车场发生火灾和爆炸的犯案工具。由于这种工具市面上不常见，只要查一下售卖商，就能反向追踪到有什么人买过。正好之前法医从死者的血液中检测出药毒物种类，也就是说，即使他在火灾发生后立即获救，恐怕也是难逃一死。
结合这2点推断出，犯人是将安睡药捣碎加进咖啡中，然后让受害者喝下，接着再将类似麻醉剂的药毒物注射进睡着的受害者体内。等他不省人事后，犯人把他搬到车上，再将车停进立体停车场中。重点是受害者体内的安睡药和麻醉剂是超过致死量的，也就是说这是一场蓄意谋杀。同开口器一样，这种药剂也是受到严格管控的。这样一来也是缩小了搜索范围。永警官等人通过售卖切割器店外的监控，再加上一些有力的资料，顺藤摸瓜寻到了一处可疑之处。但是店里的老板声称，这里曾有位员工把这里的甲本偷走了。报警之后发现名字也是假的。说着说着，老板叫手下拿来了这个人的衣物，赫然发现这些衣服上的工牌，这些工牌上的地址都是之前失过火的地方。然而这边在一家餐馆内发生一起重大事故，此案才得以逐渐的揭开谜底。店里像每天一样油炸着食物。影片一开始的外卖小哥来到这里取餐，厨房里的油温升高，导致锅内燃起火焰，瞬间火势蔓延，燃满整个厨房。而外卖小哥还在埋怨着上次餐盒的包装没有包好，导致饭菜遗漏。当店老板与员工回到厨房时，才得以发现燃起了大火，可为时已晚。所有顾客得知后赶紧逃生，唯独外卖小哥露出了一脸的邪笑。好了，本集就到这里，我是红苹果 ，See you。这是一个被困在火海中的男孩。当消防员道正冒着危险找到他时，男孩正蜷缩在冰箱里，满脸的惊恐和抗拒。无论道正如何劝说，男孩就是躲在里面不出来。但仓库随时会发生塌方，如果再不离开，他们只有死路一条。道正给男孩穿上鞋子，往回寻找出口。外面火焰无处不在，令人心生绝望。道正怕他承受不住炙热，立即脱下自己的防护服穿在男孩身上。他抱着男孩冲进燃烧的烈火中，现场黑烟弥漫。道正被熏得睁不开眼睛，只能凭着感觉一路寻找，终于看到可以逃生的窗户，迅速拿出对讲机，让外面的同事来到窗户下面接应。经过勘察，挑选出最矮的一扇，拿出救生锤，用力将玻璃敲碎，再将安全绳系在男孩腰间，最后举起男孩把他放出窗外，自己则在里面拔紧绳索。好在最后男孩安全落地。此时道正望向身后，居然又看到了每次火灾发生时出现的星星火焰。难道这次的事故也是有人蓄意制造的？带着疑问，道正继续往里走，他想一探究竟，不料看来所有的行动和时间都被凶手经过仔细掐算过。这时仓库外面出现一辆黑色轿车，坐在里面的男人正是江道和。他透过后视镜淡定地注视爆炸的厂房。一旁的电话响了，他拿着电话对里面说：就在火灾发生之前，江道和在电话里约道正见面，还来不及思考的道正突然接到通知，麻中工业园区的仓库和无影地下小吃街同时失火，消防队被分成2路前往救援。道正和同事负责材料仓库，队友大漂亮和其余人来到小吃街，但火势已经控制不住，烈火浓烟冲天而上。幸运的是，大部分人都安全逃离现场。大漂亮和队友继续搜寻，发现被困的受害人原来是外卖小哥，他没能及时逃跑，晕倒在地上。大漂亮上前救援，殊不知更大的爆炸点再次降临。大漂亮和外卖小哥被压在废墟当中，对讲机失灵了，不能和外界取得联系。当外卖小哥的腿爆炸时受伤，此刻正在大出血，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治疗，小哥一定会没命。他四处寻找，发现一根筷子，打算用灼烧的方法进行止血，虽然过程会很疼，但最起码可以暂时保命。小哥被大漂亮的举动吓坏了，说什么也不肯让他治疗。经过反复劝说，小哥还是勉强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外面的救援队也开始了行动，他们进入塌方的洞口，利用声音探测器寻找生命体征的存在。할게요.刚好治疗的外卖小哥因为疼痛发出哀嚎，声音被探测器监测到发出滴滴的声音，这让消防员们很高兴。可是怎么进入到最里面实施救援又成了问题。就在外面的消防员拼命想办法时，被困在里面的2人又出现意外。原来经过治疗，大漂亮发现小哥的伤员比他预测的要严重的多，骨折的地方连接着血管，现在必须要做骨骼牵引，把骨折的地方接好。就在他寻找用来做接骨的工具时，意外再次发生，管道上绑着的胶带突然断开，液化石油气直接泄露出来。外面救援的消防员也发
发现这个情况，他们使用的气体探测器发出红色警告，监测出液化石油气泄漏。液化石油气比空气重，一旦外泄就会往下沉。如果想继续往里进行救援，破坏混凝土的过程会产生火花，可能会再次引起爆炸。眼下只能等排烟机尽快送到，但由于路上拥堵，最快也要20分钟才能送到。救援队长为了更多人的安全，只好暂停行动。但里面的救援小队不愿放弃被困的战友，就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时，里面的外卖小哥因为没有麻药，接骨手术带来的巨大疼痛直接让他晕倒了。如果现在陷入昏迷，可能再也醒不过来了。大漂亮深知这其中的危险，看了眼气压计上的数字，这里只有98的气压，根本不够2个人同时呼吸。照这么下去，仅存的空气坚持不到5分钟。想到刚刚听外卖小哥说他还有一个女儿，而自己只是一个孤儿无牵无挂，他快速做出行动，将自己身上的氧气面罩套在外卖小哥头上。随后一股强烈的睡意袭来，大漂亮也陷入了昏迷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永警官也到达了现场。面对几次3番都帮助过自己的大漂亮，永警官不顾劝阻，想要独自进去救援。消防队的领导也明白不能再继续坐以待毙，他不经意间看到永警官身上背的钢瓶，突然想起只要用高压喷洒气体就可以推挤掉液化石油气。假如大家一起用很多的钢瓶喷洒空气，那就可以降低液化石油气的浓度。大家仿佛又看到了希望，每个人都拿出车里的钢瓶，大面积进行喷洒。等到用仪器检测时，浓度真的降低了。接下来就是进行对障碍物的切割。操作完毕之后，又抬来担架。消防队领导也决定亲自上阵，带领队员一起进去救援。没想到新的情况又出现了，他们发现进入到里面的路被水泥挡住了，人进不去，只能通过透视镜探测里面的情况，来回的进行探测。终于发现被困的大漂亮和外卖小哥的身影。既然可以确定到具体位置，大家只需要共同破开水泥障碍就能救出人。终于通道被成功打开，他们看到地上早已陷入昏迷的大漂亮和外卖小哥。因为有氧气瓶的支撑，小哥只是短暂的昏迷，但队友却震惊的发现，此时的大漂亮已经没有呼吸了。领导连忙给他戴上氧气面罩，众人合力将2人抬了出去。大漂亮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然而事情还没结束，永警官又得知到镇那边处于失联状态。等快速赶到现场，就看到搜救队发现了一具没有穿防护服的尸体，正想确认死者身份，但这一刻他迟疑了。那么这个死者究竟是谁？